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广慈博爱园区。这两天台北天气不稳，所以今天不远游，就在我家附近漫步。我今天要造访的是日本时代松山的3个台湾第一家精神病院，第一家肺结核防治医院，还有第一家少年感化机构。那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台湾第一家精神病院——总督府精神病院，又称溪口养神院。那松山人是习惯称为松山疯病院、熊山肖炳一。溪口养神院、总督府精神病院，当然现在已经不留任何遗迹了。它的旧址就在现在捷运永春站以南虎林街那一带。从我这边走路过去大概12分钟。所以我就慢慢散步过去。我很快就抵达虎林街了。虎林街，100年前，虎林街算是松山五分埔最主要的一条道路。我眼前这边住宅就是1934年成立的溪口养神院、总督府精神病院，当时的地址是5分埔372番地。当年的总督府精神病院占地11000平，所以我现在经过这个区域，都是当年院区的范围。要一直走到现在的忠孝东路372巷，现在的松山工农校园的围墙那里，那里才是总督府精神病院的界限。总督府精神病院在战后被政府接收，后来改了几次名字。最后的名称是台湾省台北疗养院。那民国56年台北市升格为院辖市之后，那这一个疗养所仍然属于省政府所有。那后来省政府就将这边的11000多平的土地卖给建商，就是后来盖的这些住宅。疗养所后来就搬往桃园，在省立桃园医院旁边。后来台北市政府就另外新建了台北市立疗养所，就是现在在这附近的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。从这条巷走到底，前面的建筑就是松山工农。前面的巷子是忠孝东路5段372巷。我现在继续走虎林街，走往捷运永春站。我现在造访1915年设立的台湾第一家专门收容肺结核病的医疗机构——溪口养生院，后来称为松山疗养所。现在还有2栋日式宿舍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从捷运站走过来不用3分钟吧。前面的卫福部建筑就是昔日的松山疗养所的院区。卫生福利部，这是卫福部的办公大楼。卫生大楼，当年松山疗养所的院区现在已经不留遗迹了。不过我们可以从台北市100年历史地图里面的一些影像，可以看到它过去的旧貌。
对面那里有一栋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，还有一栋松山疗养所的职员宿舍，有被保存下来，现在是历史建筑。我待会再过去看看。我先来造访前面的新庄仔皮。新庄仔皮就在我前面。这座皮塘后来也被标示为东新庄仔皮，后来就被简化为东新皮。这步道是后来新设的。哦，这里有赏鸟的设施。我以前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设施。现在这附近都是密集的公寓了。如果我们看70、80年前的老照片，就发现早期这边都是大片的稻田。这边就是步道的终点了。这里有一棵老榕树，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就在对面。历史建筑，现在是委外经营，静心苑餐厅。周3到周1上午11点开馆，现在是10点45分。这里距离捷运昆阳站不远。对面这里是松山疗养所职员宿舍。以当年的规模，当然不会只有建一栋职员宿舍，这是仅存的一栋职员宿舍。静心苑2馆。这边有写参观时间，周3至周1下午1点到5点，免费入内参观，但是必须脱鞋穿着袜子。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再过几分钟就开门了，那我就等待一下。我以前有进去参观过，不过刚刚工作人员说，参观必须在用餐时间以外，就下午2点钟之后才能入内参观，听树声，传树语。今天风大，树下好清凉。所长宿舍兴建的年代，网络有不同的说法。这边官方的说法是完工于1935年。那接下来我来造访今天的第3个目的地——日本时代台湾第一个收容不良少年的青少年感化机构承德学院。我现在走往南港公园的方向，这条马路是东兴街，前面是南港公园。南港公园著名的后山皮就在南港公园内，就顺道进来看看后山皮。
前面就是后山皮。我刚刚走过来这片草地，100年前都是后山皮的范围，只是现在皮塘的面积已经大幅缩减了。从南港公园走往承德学院，可以走东兴街，也可以爬过前面这座小山后山皮公园。那我就爬山过去好了。虽然走得比较远，不过可以爬山运动一下。从这边进入。 翻越这座山，就会抵达陈福路，很快就爬上来了。这里是后山皮公园，这小山丘海拔不高，所以这边的步道走起来非常的舒适，环境也非常的优雅。不过我们本地人都知道，这里以前是台北市第6公墓，不过后来政府将这边规划为公园用地。 这边的坟墓就全部迁到富德公墓去了。我现在就循着人线上的步道走往前山。步道旁边是建筑，就是承德国中。它的旧址就是日本时代1909年成立的承德学院，是台湾第一所少年感化机构。最初是私立的，由日本佛教团体。 净土真宗本院寺派所成立的感化院，后来在1922年纳入政府管理，成为台湾总督府承德学院。前面的凉亭那里有右岔路，可以走往陈福路十字路口。 左岔路往南港公园，直行往南港国仔。我要取右行，走往陈福路。后山皮公园。我抵达陈福路了。 对面是玉成公园地下停车场。我要取右行，走往承德国中。我抵达承德国中了。这里曾经是台湾第一所少年感化院——承德学院，不过现在已经不留任何遗迹了。 快接近中午了，我现在回家了。我现在回到玉成公园了。我所在的这个位置，80年前附近是稻田遍地，就像是一幅山水泼墨画。那我今天在我家附近的散步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。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